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国防部重启超大水上飞机项目。2月1号，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宣布，与2个企业团队签订了合同，研制一种奇怪的飞行器，名字很长，叫自由升降式海基地面效应全尺寸演示机。按照美国人的传统这种技术验证机可以叫 X 飞机。2个团队的领头企业分别是通用原子公司和极光飞行科技公司。这2个项目团队分别提出了方案，一种是常规的布局，一种是双体飞机，看起来都很具有科幻感。但是在 DARPA 的推特账号上面，军事迷们一眼就看出了它的用途，它实际上就是一款水上起降飞机。有人问这东西什么时候投入对华作战呢？还有人问它是不是可以像轰炸机那样远程投射导弹呢？美国军方这次提出的 X 飞机并不是简单的水上飞机，也不是像前苏联的里海怪物那样的地效飞行器，而是同时具备了这2者的特点。根据设计的要求， X 飞机的尺寸和容量应该与 C-17 运输机相当，能够在4级海况下起飞和降落，能够在5级海况下进行水上作业，可以在靠近水面的地面实施地效飞行，也可以飞行到大约3000米的高度，像普通的运输机那样的飞行。目前还不能确认这种大型新概念飞行器的研制能够取得成功。美国人对大型水上飞机并不陌生，早在2战期间，美国海军就装备了卡特琳娜水上巡逻机。2战结束前，美国多家企业研制了不同型号的大型水上飞机。2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康沃尔公司得到美国海军的订单，研制了一种叫做贸易风的大型水上飞机，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被客户订购了10多架。但是因为发动机的性能不可靠，发生了多次坠毁事故，只能退出现役。从那以后美军就再也没有装备一个大型水上飞机了。水上飞机和地效飞行器是2种不同的装备，在气动外形和动力设计上有着很大的差异。飞机为了从空气中获得足够的升力，需要足够宽大的机翼，而地效飞行器为了防止低空气流对姿态控制造成干扰，往往要限制机翼的尺寸。苏联的里海怪物地效飞行器从来没有考虑过飞到上千米的高空，所以它的机翼要比同等重量的轰炸机、运输机短得多。DARPA 所认定的这2家企业，要是不能在气动设计上取得划时代的突破，那么 X 飞机是造不出来的。从战术使用的角度来说，这种飞行器的用途显然是为了配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跳岛游击战战术。按照陆战队的想法，是用4000吨级的中型登陆艇把反舰导弹发射车、作战人员、物资、工程机械等等送到第一岛链上的某些小岛，开辟发射阵地或临时机场，阻截中国海军的舰队。但是登陆艇的航行速度比较慢，容易遭到反舰导弹的打击，是一种不现实的选择。如果改用水上飞机或者是地效飞行器，就会大大的提高海上机动的速度，有更好的时效性。这一点从 DARPA 发布的想象图上也可以看出来。大批 X 飞机集结在某一个滩头附近，有的已经抢滩，向岸上输送车辆和人员。想法虽然不错，但是无论从后勤还是从战术来说都不太现实。大型水上飞机理论上不需要占用机场，但是需要占用港口和码头，而且它的系统维护的模式和船舶完全不同，要重新建立一套后勤体系，搞不好要给它专门建立码头。海军陆战队未必能够承受这笔开支。现有的 C-17 运输机采用4台发动机，而这种飞行器增加到8台，仅仅是发动机维护的难度和费用就足够让用户望而却步了。可能有网友提出，美军要是掌握制空权， X 飞机不就能畅通无阻了吗？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美军大张旗鼓的开舰队过来不好吗？何必设计这种鬼鬼祟祟的战术所以 X 飞机虽然看起来让人耳目一新，实际上无论是技术还是战术，看起来都不是很现实。我们且看 DARPA 如何推进这个项目吧。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